秋叶原仿佛是一个异世界，尤其年轻世代到东京旅游时，不少人都会慕名到访这个受到次文化熏陶的圣地。遍布街上的女仆们让小街变得五光十色的橱窗。回想10多年前女仆出现之前，国内外游客都是为了寻找动画、漫画、电玩和相关精品，蜂拥到这个 ACG 热点。不过进一步追溯到1990年代，这里以低价以及款式齐全的电器商品闻名，电器街和秋叶原这两个词语在当时几乎互不可分。这个地方数十年来变化万千，随着年代不断蜕变，而这些蜕变始终不减它的魅力。进入2020年代，秋叶原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对于你来说，这个地方是次文化潮流之地、电器街、电子零件集散地，还是其他的呢？资深日本本次为您介绍，因为150年前一场大火而打开了发展序幕的秋叶原。这个地方在各个时代都成为日本文化的最尖端，而且将它的独特文化宣扬到世界各地，而一直到现在仍能找到秋叶原昔日的痕迹。自1990年代起，日本旅游逐渐普及，由于日本旅游景点的资讯随处可见，不少人首次认识秋叶原时，这里正是一个充满电器街色彩的购物区。一走出 JR 秋叶原火车站，便会找到各家多层式的大型电器商店，例如 LAOX、EDION、ONODEN 等等，还有老牌电器商场，例如秋叶原百货，相信不少观众也认识。不过由 JR 火车站走远一点，便会找到支配下一个时代的商品，电脑硬体、软体和动漫手办模型的店铺。其实由90年代这里作为电器街的色彩已经日渐衰退，持续了50年的光辉时代逐渐变得暗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全速发展经济。1953年黑白电视广播正式开始，全国国民都渴望拥有一部电视机，加上各种家庭电器陆续面世，洗衣机和冰箱再配上黑白电视机，这3种家庭电器成为日本各个家庭的3种神器，每家每户都纷纷购买家电，而带动了热潮。日本进入家电时代，秋叶原便成为这股热潮的核心地带。一提到2战后的大城市，就不得不提到黑市。秋叶原和以往介绍过的城市有一点不同，在神田川南岸一带的须田町聚集了大约120间非法露天商店，形成了黑市。其他地方的露天商店绝大部分都是贩卖生活用品和食物，但在这里4成的露天商店竟然都是贩售收音机和相关零件。这个另类的露天商店街就是秋叶原电器街的起源。当时电器街中心地带是神田川旁的南岸一带，不过现在转移到比较北边的地方。这个变化背后与美国息息相关。露天商店趁着战后混乱而非法摆卖，店主因为不用缴租金而获得额外的利润。2战后统治日本的盟军总司令 GHQ 在1949年下令非法露天商店搬迁，店长因而失去了立足之地，无法维生。他们硬着头皮向 GHQ 请愿，安排有屋檐的新铺位。然而当时的店主们要求也不低， GHQ 只好找了位于原址附近的秋叶原火车站沿线高架轨道下空间，让他们继续经营生意。露天店的店主们抢先争夺最佳位置，其中10位店主合资在 JR 火车站出口旁的位置开办了新店铺，隔年成立了 Lagio Store 商场。其他店铺也陆续开张，有在旁的 Lagio Center， 横过中央通便能找到东京 Lagio 百货，还有在当时大站万市桥站旁的 Lagio Garden。 你可能也发现了，这些店铺名声都冠上了 Lagio， 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店铺当先锋，带动了秋叶原发展成为电器街，为这里撰写了光荣的一章。随着时代变迁，经营了60年的 Lagio Store 在2013年关闭，这也暗示了电器街的繁荣已经进入不可挽回的局面。另一方面，多层式大型电器百货在80年代起相继进军秋叶原，
令电气街升级至更高层次。老字号的 Onoden 小野电业社作为先驱，在1962年开张，5层高的本馆大厦营业至今，见证着电气街60年的兴衰。在旁的 Laux 也是老字号，7层高的总店在1974年开张，前身是朝日无线电机，在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主要致力于音响产品事业。1990年开办电脑专门店 The Computer 馆，2002年开办综合娱乐电器商品店 Asobi City， 为电器街的多元化做出极大贡献。Asobi City 外观突出，三角形外墙在店铺转手后仍保留了下来。2004年成为吉安之殿堂，2005年 AKB 的专用剧场在8楼开幕，引领日后秋叶原展开另一个潮流。在Laux旁还有另一个老字号的食玩电器，6层高的大厦在80年代后期开始营业，现在改为同一企业另一个品牌 Edion， 以 Edion Akiba 继续营业至今。食玩电器在全盛期的80年代于秋叶原有7间分店，同集团另一个品牌的日之丸电器在60年代有贩售唱片的专卖店，唱片存货多达1万张，卡式录音带多达8000盒。货品路线与其他店铺不同，电器街里的店铺百花齐放，并且成为观光胜地。最后开幕的多层式大型电器店是新宿特辑里介绍过的Yodobashi Camera，它收购了原本是日本通运的用地，在2005年开办了9层高的Yodobashi Akiba。进入2000年代，各大电器零售集团纷纷关闭分店，把公司规模缩小，而Yodobashi Akiba却逆风展店，一开就超过15年。它大概也是这里最后一家开张的多层式电器店了吧。虽然秋叶原现在还有不少大大小小的电器行营业，但是电器街的形象不知道会维持到什么时候。搭乘山手线到秋叶原时，走出了车站后，人们都会向右边，也就是玉图町的方向走。他们仿佛是被女仆们吸引似的，而反方向的神田川一带却遭到忽视。你到秋叶原时，有没有尝试过在中央通的路口左转，走过万事桥，窥探神田川对岸的世界呢？这一带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遗留了一些残旧的建筑。再看清楚，火车铁轨高架桥旁有一座长长的红砖建筑，可以看出这里过去大概也曾热闹非凡。即日秋叶原中心地带是神田川南岸的神田须田町一带，二战后的非法露天店都集中在这边。早在300多年前的江户时代，这里已经是一个热闹的市集。在1912年，现在的中央线由御茶之水延伸路线至万事桥站，这座红砖建筑就是昔日铁路的遗迹。看看挂在神田川上万事桥的宏伟构造，大概可以推敲这里的交通有多么发达。万事桥站的外表有点像是 JR 东京站，原来这同是出自设计师成野金吾之手。万事桥站启用后，火车都以这个站为终点站，直到1919年中央线通车至东京站为止，人们都在这个站转乘火车和路面电车，人流使得站前成为闹市。当时不但有多家餐厅，还有戏院。由万事桥走往车站时，会找到日俄战争英雄广濑武和山野孙七的铜像。可惜万事桥站启用后的10多年间，东京站、神田站、秋叶原客运站等火车站相继投入服务，加上路面电车的路线改变，万事桥站由转车大站变为一个小站，人潮也变得稀稀落落。然而惨剧一桩接着一桩。1923年，这个站受到关东大地震的冲击而严重受损，更一度成为遗体安放地。车站虽然获得重建，但已经面目全非，市中心渐渐北移到 JR 秋叶原站一带。万事桥站在1943年完全停止了火车站的机能，只剩下在旁的铁路博物馆。
铁路博物馆也没有被保留下来，在2006年关闭并遭到清拆。不过2013年万世桥获得重生，保存了外貌，内部经过装修成为商场的 Machi Ekudo， 而部分车站结构现在还可以参观。本次拍摄由1912楼梯走到展望台，回顾昔日的景色。回到1楼，咖啡店 Blue Bottle 旁可以找到关东大地震前初代万世桥站一带的风景模型。车站真的像小型版的东京火车站，路面电车穿梭车站前的十字路口。现在这里一带已经找不到当时的痕迹。马路对面可以找到一座5层高的大厦，肉之万是秋叶原总店。1949年在电气街的一角创业的精肉店成为话题，看守着秋叶原南段一带70多年。到了现在，万世桥附近变得极为冷清，不过不久的将来，这里将会有重大的改变。秋叶原这个地名很优雅，却与实际背道而驰。这里找不到什么大自然景点，也不是秋天红叶圣地。究竟秋叶从何而来？平原又从哪里来呢？日文里有一句俗语，火灾和吵架是江户的好戏。江户时代期间的267年里，东京发生了49次大型火灾，规模最大的明利大火灾发生在1657年，大半个东京化为火海，所以东京里的古迹多数不超过400年历史。进入明治时代，东京仍然不断受到火灾的威胁。明治2年的1869年，现在 JR 秋叶原站北面一带，包括Yodobashi Akiba、神田相声町发生大火，超过1000户失去家园。追赶欧美的明治政府终于正视火灾问题，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将出火一带定为空地，防止火灾再次发生时蔓延。政府还祈求神明保佑，在空地里创建了镇火神社，双管齐下，可见当时人们的决心。当时坊间流行信奉另一个防火神，名为秋叶泉县，人们把与秋叶泉县没有关系的镇火神社混为一谈。不知不觉间，神田相生町的镇火神社被当作成秋叶神社，防火大空地逐渐被称为秋叶之原。原来这个地名中的秋叶和秋天的红叶没有关系，而平原并非天然，而是人工的。不过有点奇怪，现在火车站四周建满高楼大厦，根本没有空地，也找不到神社。秋叶之原和神社都已经消失无踪。火灾过了不到20年，防火空地被看中，成为了开发用地。私营铁路公司的日本铁道新建了货运站，把由东北和信越地方运来的谷米等农作物和货物经火车站转运到货船上，经神田川运到东京各地。JR 火车站昭和通出口对面，可以找到当时货船用运河上的桥梁佐久间桥的桥柱遗迹。火车站出口的这个小小的公园，目的是为了保留昔日运河的遗迹。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破坏了当时神田川以南的神田青果市场，为了促进物流，青果市场重建在秋叶原站旁，营业了61年。1989年市场功能与大田市场合并。90年代前曾经到过秋叶原的游客，可能对这里的印象完全不同。神田青果市场搬迁后，遗址被政府收回，情况就像现在的竹地市场，遗址的用途一直没有决定，暂时改建成篮球场，待了10年才获得再开发。称为秋叶原的火车站名便成为这一带的地名。请不要忘记，在大空地的镇火神社，在新建货物站时，镇火神社被搬迁到另一个地方，但新址并不是在附近，而是距离 JR 上野火车站步行15分钟的地方。新址四周都是住宅，真不明白为何要选址在这里。而神社的名称正式改为秋叶神社。神社内张贴出秋叶原一带的历史，证明这个神社便是当时的镇火神社。没想到秋叶原的过去是那么的复杂。
叶原电器街的形象毋庸置疑，二战后非法露天商店在神田川南岸的须田町一带聚集，他们选择这个地方不是偶然，而是有原因的。要说明这一点，才能解释秋叶原电器街的根源。还有一点很重要，相信不少旅客曾看到很多以无线和 radio 为名的商店和商场。不如回到二战前，看看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吧。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进入1920年代，随着城市电气化，电子产品逐渐在人们的生活占了地位。1925年 NHK 正式开始收音机广播，人们为了一场这个崭新的娱乐，想尽办法得到家庭第一部收音机。这个愿望与秋叶原电器街的源头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收音机是极度昂贵的电器，能够负担得起一部完成品收音机的必定是富裕家庭，一般庶民被时代遗弃，唯有听蝉声度过漫长的黑夜。在1930年代，一些电子零件批发公司来到秋叶原一带开办公室，其中广濑电器商会拥有最高的知名度。现在位于中央通旁的广濑电机便是当时的广濑电器商会，公司地址近100年保持不变。广字不是日文简写，暗示了它的悠久历史。当时一般市民负担不了完成品的收音机，这个情况仿佛如90年代负担不起完成品的电脑。当时人们怎么解决问题的呢？相信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那便是靠自己的力量去组合一部收音机，由真空管、扬声器等零件组合成一部世上独一无二的收音机。当时的宅男们很享受组合收音机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神田须田町聚集了50家贩售电子零件的非法露天店，背后其实另有原因。露天店区附近有一间电机工业专门学校，学生们懂得自行组合收音机和贩售完成品来赚钱，这里便成为了电器街的黎明期。现在到电脑店找零件组合电脑的光景，便是来自这个露天店区。还有刚才提到的广濑电器商会等电子零件批发商，以价格便宜为卖点，吸引全国各地的买家到访采购。刚才介绍了的万市桥火车站，当时利用人数在东京排名第4，作为交通枢纽，促进来自各地的买家来往秋叶原。来自买家的口碑扩散，越来越多买家慕名而来，奠定了秋叶原作为平价电子零件集散地的地位。在中央线高架桥下的 Radio Center 里，仍有贩售电子零件的小店，零件由数十日元起，类似的零件也有数十款。对真正爱好者来说，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宝库。在秋叶原到处可以找到写上了无线和 radio 的招牌，原因是他们当时趁着收音机热潮来这个地方开始做生意，贩售最多需求的商品。随着电视机和各种家电面世，部分电子零件商转型为电器行，另外还有来自各地寻求利润的商人到这里开始新生意，从此秋叶原便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电器街。所有演员和布景都已经准备就绪，迎接安定而繁华的50年。数十年前，电器爱好者们到秋叶原买零件，自行制作收音机等电子用品。这个现象已为这个地方定定了发展方向，成为日后宅男的圣地。50年代的婴儿潮造成了团块世代，他们作为大量稳定的劳动力，令日本经济起飞，因此人们物质生活变得富裕。他们的儿女拥有自己的房间，不用做家事，一举手一投足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只喜欢与情投意合的爱好者同好交往的一族被分类为 otaku， 也就是御宅族。时代的变化令上网和电脑御宅族们蜂拥到秋叶原。1995年11月23日 Windows 95日文版发售，这个地方传承着昔日驰名零售电子零件的优势，不少店铺跟随时代转型为贩售电脑零件和软体，其他地方在这方面一下子根本追赶不上，秋叶原占据领先地位。二战后，日本人吃面包、吃意大利面、喝牛奶的文化都是受到美国影响，
想不到50年后，美国又令日本人生活文化出现极大的变化。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安野秀明的动画作品《新世纪福音战士》大受欢迎，甚至造成了社会现象。电视版动画结局内容深奥，令许多粉丝都接受不了，在网络上攻击导演安野秀明。安野秀明为了满足粉丝，决定将结局部分另制作电影剧场版，重新仔细解释结局。这一连串动画界事件牵起了动画角色手办模型以及同号二次创作作品同人志的热潮。商家趁势在爱好者和御宅族经常出没的秋叶原开办动漫商品店。在不知不觉之间，粉丝和店铺为这个地方酝酿了独特的次文化。90年代末，这两大事件奠定了秋叶原聚集御宅族们的决定性地位。当时人们都看不起御宅族，不理解他们的心理，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当时不隐藏自己喜好的御宅族绝大部分都是男性，加上宅男们都自称对现实世界的女性不感兴趣，而不是交不到女朋友。他们的想法令外界看待御宅族的形象负面，非次文化爱好者的人都不太喜欢到秋叶原游玩。戏剧性发展一波接一波，2000年代中发生了宅男奇迹大事件，大幅度改善了宅男的形象，这就是小说版和电视剧版电车男的诞生。恋爱绝缘体的宅男竟然交到女朋友，并发展成浪漫的恋爱故事。一个美女在火车里遭到醉汉骚扰，电车男英雄救美，并得到了美女的道谢。电车男日后更获得美女送了法国名牌 Hermès 的茶杯。一段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恋爱故事，成为日本国内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经过这一幕，宅男的形象和社会地位大幅提升，秋叶原的御宅族结界变弱，成为一个适合男女老幼游玩的好地方。现在不少人都会为了女仆咖啡厅到访秋叶原，享受快乐时光。现在这个地方的定位，毫无疑问的是女仆圣地。这段影片将简短介绍女仆咖啡厅萌芽的始末。1997年发售的18禁恋爱育成游戏《Pia Carotte Yokoso 2》的特别企划，东京角色展1998会场内一角布置了与游戏内相同的餐厅，餐厅大获宅男们的好评。隔年 Gamer Square 店内6楼开办期间限定该作品的主题咖啡厅，再次博得宅男们的支持。相信这间咖啡厅应该不是18禁的吧。这个企划得到空前成功，其他商店也及时追随，例如驰名推出 T 恤的 Cospa 开办了咖啡 de Cospa， 一身萌系女仆打扮的少女店员服侍来店的宅男主人，这个模式在秋叶原得以确立。原祖女仆咖啡厅 Q&Medo Cafe 在2001年开业，大规模连锁店更纷纷加入市场，有2004年开业的 At Home Cafe， 第1号店便是在金安之殿堂里，还有2008年开业的 Medo Cafe Medo Living， 当然还有其他小型主题店铺。2000年代后，秋叶原成为女仆基站区，为求得宅男主人们的光临，街上等距离站着不同店家的女仆。除了 JR 火车站，横过中央通的小街有一个别名，名为传单街。1月的寒冬中还要招揽客人，当女仆也真不容易。从收音机、电脑、动漫直到现在的女仆，宅男们倾家荡产，让这个地方不断的发展。不知道你对秋叶原奉献了多少呢？本次到秋叶原拍摄，搭乘了竹坡快线。这条私营路线在2005年通车，以秋叶原为起点，连接茨城县的竹坡，60公里的车程只需要45分钟。这条火车路线的通车，展开了这个地方再开发的序幕。进入2001年，当时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公布了秋叶原再开发计划，东京构想2000。暂时被当作篮球场的神田轻果市场遗址的用地，经过10多年的时光，终于决定了正式用途。用地上新建了商业大厦，以反以往一代的形象。2006年落成了2座大厦，分别是31层楼高的秋叶原 Daibiru，
和22层高的秋叶原 UDX， 令四周的观感焕然一新。相隔 JR 火车轨对面的地方，在2007年落成了19层楼高的商业大厦富士 Soft 秋叶原大厦。秋叶原杀人事件案发现场旁，在2009年落成了高19层的住友不动产秋叶原大厦。没错，秋叶原下一个定位便是商业城市。不知你对这个计划有何看法？高层楼玻璃帷幕大厦包围着秋叶原，到底这个地方的魅力何在？二战后度过了数十年的繁华岁月，再重建的命运降临在这个城市，谁也不能做出任何的反抗。昔日以贩售收音机零件而大获成功，随着科技进步，收音机、家庭电器、电脑软体硬体，各店铺不断改变商品，迎合时代。日本国民变得富裕，家里已经有各种的家电和电脑，需求并用电子产品转为文化商品和服务。ACG 相关模型精品和女仆取代了电器街形象，并带动了这个地方迈向新层次。数年前的科技产品无人机引发新电子商品热潮，但相关商店并没有在这个地方出现并产生热潮。其中原因是因为日本政府立法管制户外使用无人机，间接影响了日本的产业。遥控车本是日本擅长的技术，应用类似无线技术的无人机却遭到政府立法管制，导致市面上几乎无法找到日本制的制品。另外 VR 虚拟实境和 Metaverse 元宇宙相关商品和文化也没有在这个地方开花结果。另外，利用最新潮流的非同质化代币 NFT 技术，或许可以将 ACG 虚拟商品作品交易变得旺盛。可惜日本已不是科技先进的国家，无人机、元宇宙、NFT 均未能渗透到现实的秋叶原里。不知谁能为这个地方打开下一道新的大门。说完了梦话，现实上秋叶原的下一个再开发计划已经落实，外神田义丁目计划将以出了 JR 站横过中央通后左边的地区为对象，新建和神田川对岸2013年落成高41层商业大厦瓦特拉斯相同规模的大厦。神田川旁的长方形用地将会新建饭店、住宅和小型公园，计划中有设施可供船只停泊和上下客。这个计划让 JR 秋叶原站和改建了的万市桥站连成一线。引领电器街成长的 Onoden、Lux、Edion 等沿着中央通大马路的大厦都是位于再重建的范围内。预估数年后，他们恐怕都会永远消失在世上，也为至今的电器街时代画上句号。如果以现在的计划发展，秋叶原可能会变得像池袋、涩谷、新宿等购物城市，而失去原本的特色和魅力。近100年来一直支持着这个地方发展的宅男们，还有近日加入战局的宅女们，可能有一天也会完全消失于秋叶原。